半夜嘴馋，没忍住点了个外卖。因为室友不在，为了安全，我特意留了备注：家有恶犬，请勿敲门，挂门把手上就行。没过多久，骑手给我发了消息，敲了门会怎样？我正要回复时，他又发了一句：宝宝，今天一个人在家呀。我瞬间毛骨悚然，看着聊天框里骑手的消息，我立马从床上坐起。他怎么会知道今天我一个人在家？而且因为我和室友两人都是女生，出于安全考虑，每次都是室友一个人拿门口的外卖，我根本没有在外卖员面前露过面。这样做的原因就是怕室友如果遇见什么紧急情况，我可以第一时间出去帮他，让坏人感到惊慌和意外。但这个骑手现在竟然说我一个人在家，这就说明他早就知道这间房子里住的不止我一个人。我镇定下来，回了外卖员消息：餐送到后你拍个照就行，敲门的话狗会叫，应激了更是会咬人。骑手，宝宝，你说的是你家那个小泰迪吗？你是在关心我被咬吗？没事，我不怕。大半夜的，这个骑手说的话明显不对劲。看着地图上骑手离我越来越近，我急忙回复：餐我不要了，你也不用送到门口了。骑手给我发了一张家门口的照片图片，美女到你家门口了，开一下门。我不理会他，他就开始敲门，我怀里的泰迪对着门口叫了起来。我走到家门口，隔着门道说了放门口，不要敲门，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骑手在消息框里回复：有2家我都没送，专门先送你的。有奖励吗？我生气道：奖励你个差评，投诉，拉黑一条龙。话落，我就听见了外面疯狂扭门把手的声音，我被吓得不敢出声。门外太安静了，扭门把手的声音格外清晰。我本以为说投诉他能够吓走这个骑手，可这明显是激怒了他。如果这外卖员破门而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没过一会，外面的声音消失了，骑手点击了送达，聊天框也关闭了。他走了吗？我趴在门上仔细听着，没有脚步声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准备投诉这个外卖员。点开骑手查看，才发现这个骑手日均送单量2单。正常的外卖员一天只送2单吗？这不可能。我现在是恶意全无了，正编辑投诉诉求时，家里突然断电了。电闸在屋外，这时候停电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给物业发去了信息，询问情况。物业，只有你家跳闸了，我给你打开。我家住在顶楼，这间屋子门下的缝隙比较大。为了验证我的猜想，我趴了下来，想看看外卖员究竟走了没有。可我对上了一双凶狠的眼睛，那人面目狰狞，正在对我笑。我尖叫一声，跌坐在地上。那双眼睛似乎很满意我的表现，然后消失了。我久久没有缓过神来，距离外卖员点击送达已经过去了10分钟，他竟然一直趴在门缝边偷看。我这时才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个变态。屋里的灯光闪烁不定。这时候物业又道：怎么回事？怎么你家又跳闸了？你不要乱按什么，我过来看看怎么回事。我打字都在颤抖。叔，我家门口有个变态，他刚刚趴在门口偷看我。物业没有回复我，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我听见了敲门声，小雨，我才看见消息。哪有什么变态呀？门口什么人都没有，倒是你门把手上有个外卖。我查看过电闸了，没有问题。你要是大晚上的害怕有坏人，我给你把外卖递进去。饿着肚子睡觉也不舒服，对不对？这个声音确实是物业。我努力平静下来，叔，外卖我不要了，既然那个变态已经走了，我也就去睡了，我实在是不敢开门。好吧。物业走后，我给室友发去了消息，说明了现在情况。室友啊，真的吗？室友欲言又止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不知道那个变态究竟走没走，你今晚能不回来就不要回来，我怕你出事。室友小雨，我没想到外卖员里真的有变态呀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室友，我前几天看见咱家门口有几个特殊符号，但没太在意，随手擦掉了。我刚才上网搜了一下，那符号好像是说周五最佳目标，尽快动手的意思，你小心一点啊。咱们那屋子的安全设施不是很好啊，周五。我看了一眼日期，刚好周五。我安慰自己，只要我不出去，应该就没事吧。就算是个变态，也不能徒手撞开门吧。室友小雨，这变态估计是有备而来，他都能知道我今天不在家，不知道踩过多少次点了。紧接着，室友支支吾吾发了语音：那个小雨，你刚刚说家里跳闸物业来过了对吧？你赶紧躲起来。我忘了告诉你，物业那里有咱家的备用钥匙。你想想，那个变态拉咱家闸是为了什么？拉闸是为了什么？我不会去外面查看电闸，那来的人就是物业。仔细想想，物业哪里会好心到想要帮我把外卖递进来？他说的那些话，就好像有人教他一样，诱导我开门。我的泰迪蜷缩在角落，看着家门口瑟瑟发抖。我也没空去和室友在掰扯为什么没告诉我物业有备用钥匙这件事。我用力把箱子和沙发什么的都推到门口挡住。正当我累得气喘吁吁时，我听见了用钥匙开锁的声音，然后就是咚咚咚的砸门声。我用力按住门，门还是被外卖小哥挤出了个缝隙。他从上到下扫视着我，眼里的恶意涌现出来，
仿佛下一秒就要破门而入。看着面前这张狰狞的脸，我怕得手抖了一瞬。我总觉得这张脸看起来有点眼熟。蛋卷！我的狗猛然从缝隙里钻了出去，咬了外卖员的腿。外卖员瞪了我一眼，恶狠狠看着蛋卷，松开了推门的手脚。我急忙将门再次反锁，然后掏出口袋里的钥匙，插入钥匙扣中，又搬来很多东西堵在门后，希望这样能有点用。我捂着嘴坐在地上，心扑通扑通跳得很快。我听见了一声惨叫，是蛋卷的。蛋卷恐怕凶多吉少，但我现在如果开门救他，只怕更是会让自己陷入更危险的地步。对了，这个外卖员我究竟在哪见过来着？我打开手机，在浏览器里翻看着我的浏览记录，找到了。我之前看过一个帖子，说外卖员里有杀人犯出狱后再派送外卖，发帖的主人还贴心地描述了那杀人犯的外貌特征，脸上有疤，眉间有颗大黑痣。我紧张地冒出了汗。这不就是刚刚那个外卖员吗？杀人犯，报警！我之前还怕自己没有那外卖员偷看我的确切证据，没有报警，就是怕就算警察来了，他也能找很多借口搪塞过去。但现在的情况明显不一样，那是个杀人犯。我立马报了警。警察说要我千万不要出去，他们过来至少还需要10分钟，保护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。此时我的神经高度紧张，手机信息突然弹出的消息吓了我一跳，穿着那么性感的睡衣，是在故意诱惑我吗？别着急，我很快就来找你。外面钥匙插入钥匙孔里的动静依旧很大，但这次我没听到锁开了的声音。当我暂时松口气，想喝口水缓缓的时候，刚才那个手机号又给我发送了一张照片，正是我在拿起水杯看手机的样子。陌生号码，惊喜吗？这个角度的照片是在门口那个柜子里拍的。什么情况？外卖员已经被我锁在门外，他是怎么拍下我照片的？我咽了下口水，明面上没有惊慌，实际上一直在给室友打字，并发过去了手机信息的消息截图。怎么办？我明明把那个变态锁在外面了。你看，他给我发了我的照片。难道现在不止外面有人想害我，屋子里也有他的同伙吗？我慢慢走到卧室，假装并没有看见外卖员发的消息。我反锁了卧室门，不敢轻举妄动。室友，冷静点，小雨，要是屋子里还有人，那人若和外卖员是一伙的，外卖员何必大费周章的开门？这个消息显然不是外卖员发来的。你现在在哪？屋子里要是也有人要害我的话，我怎么可能冷静得下来？刚才那个照片是在客厅拍下的，我现在在卧室里。室友，以我的判断，那人拍下你的时候应该已经确定你看过手机了。你是不是在消息提示你之后直接看手机的？是，我欲哭无泪，怎么回事？难道今晚我就必须死吗？我问室友，我这种情况是不是说明咱家门口你擦过的标记不一定是外卖员画的？室友，不确定。我开始向室友交代遗言。室友打断了我，现在至少房间里是安全的。我虽然不知道那个人拍下你的照片是想干什么，但是他现在不是没有行动吗？他要是现在想害你，明明有无数次下手机会，何必等到这会才给你发消息？室友说的不无道理，但消息里的人说很快就会来找我。很快是多久？怎么看现在客厅里的人也是极度危险的，毕竟我不知道他在门口那个柜子里藏了多久，又是怎么进来的。我鼓起勇气回了信息，你是谁？没有回复。我追问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还是没有回复。在业主群里，楼下的601一直@我@701，你虐狗是吧？什么意思？把奄奄一息的狗扔在我家门口。我怔了一下，你看见我家蛋卷了？他怎么样了？601在群里发送了一段视频，是他家的监控画面。在画面的角落里能看到有一只人手把狗扔在了601门口，蛋卷呜呜叫着，看上去受了很多折磨。601，大伙看看，大晚上的，这人直接把快死的狗扔我家门口，这也太不吉利了，赶紧给我拿走。看见蛋卷的惨状后，我难过的哭了出来。我看着蛋卷长大的，他陪了我那么久，现在却在抽搐。其他人也纷纷议论我，701你干什么呀？这也太缺德了，好可怜的狗狗，好狠心的主人，虐狗还这么大胆。701你好样的。我调整心情，不是这样的，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我刚才点外卖，外卖员是个变态杀人犯，他差点就闯进我家了，是我的狗救了我，可他现在却601，笑死，你编出这样的故事谁信？还杀人犯？你是怕被别人揭穿自己丑恶的内心才扯谎吧？赶紧给我拿走，要不我报警了呀！我不知道怎么回对601。这时候我对门的702发言，我加装了猫眼，我真的看见刚才有个外卖员在701门口徘徊，那外卖员好像还威胁物业拿了备用钥匙。我很想帮701，但我实在是无能为力，只能报警了。警察马上就到了。702在我们这栋楼里是出了名的好心肠，他的话出来，601这才闭嘴。群里顿时炸开了锅。这楼里很多人是租户，物业那边都有一把备用钥匙，大家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我热心发言，拿一把钥匙插进里面的孔里，或许有用。室友看见我发的消息抱怨我，那些人态度那样不好，也不听你的解释，
你帮他们干什么？你现在这么危险，要我说，有人帮你分担危险才好。这样不好吧？室友说他正在往回赶，他实在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，我劝他不要来这里，可他就是不听。我刚打算私信702感谢他替我说话，门外就有人敲门，警察，开门。听见警察的声音，我握住卧室的门把手准备出去，又想起来客厅里还藏着人。我在门外堵了很多东西，一时半会开不了门。要是柜子里的人急眼了，在我开门时想要和我同归于尽怎么办？我有些犹豫。敲门的声音急促起来，是你报的警吗？赶快开门！在警察又一次敲门后，我下定决心出了卧室，拿起了桌子上的水果刀。信息又出现，你做的一切事都在我眼里。你这副表情是想杀了我吗？没有办法了，如果我一直待在卧室里，简直就是在等死。我蹑手蹑脚地朝门口走去，我的心几乎是提到了嗓子眼。我正对着鞋柜默数3、2、1。我打开了柜门，里面放着一个小型玩偶，玩偶的眼睛闪着红光。监控，客厅里原来没有人，可究竟是谁在这里放了监控？你到底是不是那个变态外卖员？依旧没有回复。开门！我立刻放下玩偶，努力想要推开沙发。住手！不要开门！短信提醒我不要开门。杀人犯可能还在这栋楼里，我得尽快让警察明白这件事才对。不开门怎么能得到警察的保护？我继续推着沙发，我不能随便相信一个在我家里放监控的人的话。小雨，门外的不是警察，你要是开门，就落入杀人犯的陷阱里了。陷阱，这2个字提醒了我。我没有听过杀人犯的声音，不能确定门外的就是真正的警察。敲门的声音越来越激烈，我停下手里的动作，让门外的警察向我出示证件。快点开门，有杀人犯可不是小事，况且隔着门，我怎么出示证件？我从门缝塞进来，外面没有动静。我继续道，不出示证件，我是决定不会开门的。警察同志，对待楼里有杀人犯这种事，我也不能把它当小事，请你理解。门外的人叹了口气，从缝隙里勉强塞进了证件，又快速收回。现在可以进来了吧？这人收得很快，但我还是看到他的袖子上有血。真正的警察也许已经遇害了。砰砰砰！开门，请配合调查。我强装镇定，警察同志，你们都是一个人出警的吗？要不再加点人手？你们不知道，我听说那个杀人犯有精神病啊。你们只有一个人，你门外又有另一个人说话。小雨，别怕，警察确实遇到了你说的那个杀人犯，看见他在6楼楼梯那里徘徊，太可疑了，就抓起来了。我被那坏人绑了起来，拿走了备用钥匙，警察也顺带救了我。是物业，他没有遭遇毒手，真是太好了。物业继续说，警察同志抓那坏人还被划伤了手，都流血了。来找你也是想问问你一些话。小雨，叔也在呢，不要害怕。我口袋里的手机震个不停，不要开门，不要开门，不要开门。我犹豫不定。陌生号码，小雨，物业是那外卖员的父亲，他们父子狼狈为奸。之前这变态就是因为先奸后杀了人才入狱的，那变态能得手，多半是他父亲的功劳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又不回复我。这种事情，要么是刚来和物业关系处的好物业亲口告诉的，要么就是这个小区里的老业主了。我才搬来这里不久，根本不知道这码事。我还一直以为是物业遭到了威胁。警察同志，你好啊，我是601的住户，这狗是这家的，你们来真是太好了，抓到那个杀人犯了吗？601这时候来干什么？简直是在送人头。我在监控里看见你来才赶出来，有你在我真是太安心了。咦，不对呀，警察同志，你身上都是血，犯人呢？在哪？物业也在呀，你们俩仔细看，长得有点像呢。物业，这警察好像有点像你那个儿子啊。警察和物业不说话。601的声音小了很多，他好像意识到了不对。我去帮你看看犯人逃哪去了。可能是在6楼。我听见了拖拽的声音和求救声。不行，601是为了给我送蛋卷才遭遇危险的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我奋力推开了堵门的东西，冲了出去。601被拖拽到了楼梯上，怀里抱着我的狗，哭得泪流满面。我开门的刹那，身穿警察制服的男人和物业回头看了我。那穿制服的人摘下帽子，我才看清他的脸，是那个变态杀人犯。我不想腿抖的，我本来想说放开他，但我现在内心想的只有逃，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。我的腿不听使唤，他们可以说是没有丝毫犹豫就放开了601。601的住户落荒而逃。当我反应过来的尽快逃回房间时，已经晚了。杀人犯脱下了警察的衣服，露出了外卖员的衣服。他们绑了我。杀人犯给了我一巴掌，妈的，不是挺能扛吗？那么久不开门，费老子好大劲。物业劝他，孩子可别再玩出人命了。杀人犯怕什么？我有精神病，弄死了人也判不了死刑，你就说我犯病了就行。已经死了2个人了，再多一个也没什么。面前的人撕开了我的衣服，
我大脑一片空白，已经忘了求救和反抗。或许室友说的对，让别人帮我分担危险，我就能活命了。恶心的口水粘在我的脖子上，看着这张丑恶的嘴脸，我没忍住吐了出来。他，贱人，真是恶心，扫兴！我艰难地向物业求救，物业只是别过脸，孩子，要怪就怪你刚来这里，又刚好赶上这畜生刚出狱不久啊！我想不通，你是怎么知道今天我一个人在家的？杀人犯用力捏住我的脸，你 TM 有病是不是？老子给你送过多少次外卖？你哪次不是一个人在家？他在说什么？我看有病的是他才对，明明平时我都是和室友一起在家里的。我迷茫地看着被我扔在地上的玩偶，我不仅被这2个人看光了，看光我的还有第3个，我有些接受不了。我实在是想不通，为什么所有人都想要欺负我？上学的时候是这样，不上学了还是这样，我感觉压抑异常。我不想总是被欺负，我崩溃地哭了出来。还好，室友终于回来了。我看见他摸着我的脸，擦去了我的泪，我就知道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里。家里的门被砸开了，是我对门的702。我焦急地对他喊：救我！救救我！我不应该这么晚还点外卖的，我不点外卖就不会这样了。702安慰我：不，你就算不点外卖，坏人还是会盯上你。我问702：我室友呢？我刚才看见他回来了，他去哪了？怎么不见了？702的眼里闪过一丝疑惑，又很快消失。紧接着601的住户带着很多警察来到这里。601还没看清屋子里的情况，就说道：就是这里，警察同志。等他看清我和702都在这里时，开始大叫：啊，死人了，死人了！听了601的话，我才反应过来，看清楚自己手上拿着那把水果刀，而杀人犯和物业的身上全是血，他们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我丢下刀，控制不住尖叫起来，捂着耳朵不敢相信这一切，怎么回事？血？为什么我的手上有刀？我想擦去手上的血，警察不给我机会，带走了在场的所有人。审讯室里，2位警察坐在我面前，一位在记录，一位在询问。警察于小雨是吧？我点头。你是说你点外卖时发现那个外卖员是个刚出狱的杀人犯，他想要奸杀你？对，他们绑了我，我太害怕了，后面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。警察，你不记得你杀了他们？我有些生气，不是我杀了他们，我不知道是谁干的。那个人明显是要栽赃嫁祸到我身上，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明白吗？警察们互相看一眼，你刚才还说自己被人监视了，是怎么回事？我除了那个杀人犯，应该还有人要害我。你们有看见我屋子里的那个玩偶吗？玩偶里有摄像头啊。警察皱眉，我们检查过了，那只是个普通的玩偶，现场除了你们4个的指纹，没有其他人。要是那个人仔细到擦去了自己的任何痕迹呢？这不无可能。不对，什么4个人？你们搞错了，是5个人。我还有我室友，再加上物业和他儿子，最后还来了702的业主。我伸出手掌，你们数错了，是5个人。警察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室友？据我们了解，那间屋子只有你一个人住。我要求掏出手机求证。我和室友聊天聊了那么久，室友最后还回来了，他们竟然说我没有室友。警察把手机聊天记录拿给我看，于小雨，请你仔细看看，这明明是你一个人一直在自言自语。我认真看着聊天记录，怎么看都是我在自己给自己发消息，这不可能，一定是有人使了什么手段才会这样。我又有点崩溃了，你们是真的警察吗？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为什么？于小雨，请你冷静一点。我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。警察看我这样，带我离开了审讯室。临走前，我问他们，那2个人真的死了吗？没死，但也跟死了差不多了，医院还在抢救。这样啊，警察没有送我回家，而是送我去了医院。医生一直逼问我是谁，我说我是于小雨，他不相信。他掏出了一块怀表，在我面前晃悠。都什么年头了，还搞催眠那套。3、2、1，睡。砰的一声，我被关进了厕所里。你就是于小雨？几个女生围住了我，为首的女生叼着烟询问我。我不敢说话，一副绿茶样。你就是这样勾引申哥的？申哥？他说的是申伟吗？我急忙摇头，你误会了，我和申伟只是同桌，我没有勾引他。呵，你是在炫耀你能和申哥做同桌？又有人踹我，他们撕开我的衣服，疯狂拍照。我一个人毫无还手之力，我很害怕，小心翼翼询问他们，你们为什么要欺负我？我做错什么了吗？他们只是笑。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，我不敢告诉父母，这让我的精神状态也越来越不好。一次放学回到家后，我疯狂清洗自己全身，想让自己冷静下来。看着镜子里的我，我问自己，你想被别人欺负吗？你甘心吗？我根本就没有勇气还击。擦干头发想离开浴室时，镜子里的人说话了，于小雨，我能帮你。我惊讶地看着镜子里和我一模一样的人，你是谁？
我是于小雪，我是于小雪。我说出这句话后，又看见了有怀表在我面前晃悠。醒，医生，后来发生什么了？小小年纪就一个人出来工作了。我不知道，学校开除了我，我也刚好不想再上学了。医生叹气，现在呢？你是谁？我从椅子上站起来，随手拿起纸杯喝水。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还问，有意思吗？小雨呢？警察惹他生气了，他又生气又害怕，就藏起来了。我在医院接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治疗，这段时间702的住户时常来看我。他就算是那栋楼里的老业主了，也不用这样热心肠对一个刚来不久的人吧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勤快，我和他又没有什么交集。我问他原因，他只说愧疚我遇到危险时他没有第一时间出来救我。于是我红着脸问他，你喜欢我吗？702摇头。我继续问他，难不成你对我这么好，是想多接近我室友，让我在他身边说你的好话，然后促成你们？不是吧，你喜欢我室友？702的男人沉默。终于，医院判断我已经可以出院，702带我一起回家。我发现自己家里被收拾得很干净。我感谢了702，并邀请他吃了顿晚饭。吃饭时，702说看着手表，说自己有急事就先离开了。家里那个玩偶不见了，应该是被警察带走了。我很疑惑，玩偶里的监控去哪了？我被杀人犯绑着的时候，因为太害怕，后来的事情我都是闭着眼的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我不敢去看。是有人在那时候收起了玩偶里的监控吗？为什么要帮那个监视我的人？我在家里翻箱倒柜，最终我在沙发的角落发现了一个很小的摄像头，刚好能塞进玩偶的眼睛里。很久没有好好睡一觉了。在医院里，我总能梦到死去的蛋卷，他是不是在怪我没有救他？室友也说叫我，他说我不应该不管狗狗，我应该早点告诉他狗狗在遭受折磨，但后悔也来不及了，都已经过去了。我换上睡衣，对室友说了晚安后就入睡了。咔嚓一声，衣柜里拍照的声音惊醒了我。我缓慢走向衣柜，紧张地打开了衣柜门。又是一个玩偶，手机信息提示我有一条消息。我点开未读，我说过我很快就会来找你。我被吓出一身冷汗。我拿起玩偶，玩偶身上掉下来一张纸条。我弯腰捡起来纸条，我会一直监视你。我的心率很高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现在逃离这里吗？不行，不能冒险。刚刚我捡纸条时，已经看见有人趴在我的床下。我应该搬家的，明明之前已经有人警告过我会来找我的。我再次假装没看到消息，躺在了床上。我给室友发去了消息，小雪，你睡了吗？我该怎么办？又出现玩偶了。小雪，床底下有人，我睡不着。我好害怕。室友安慰我，小雨，有我在，你安心睡吧。小雨，我知道的，他不会伤害你的，他在保护你。我一直都是很相信室友的。我安心的睡了，手耷拉在床边。迷迷糊糊间，我感觉到有人握住了我的手。